每个人生来都是带着业力的，那是我们每时因为各种原因犯下的罪孽，若是不消除，它们会积累成业障，阻碍着我们的生活。它们躲在我们体内，吸我们的精气神，吸我们的能量，能量不足时，它们就会来捣乱，让人神志不清。所以我们能量不足，就很难支撑起这个身体，常常感觉身体很重。我们这个色身叫做报身，就是报应的身。如果接下来的话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请在离开前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在评论区留下珍惜福报，提醒自己不去浪费福报。我们的福报、智慧、德行都可以在色身上找到答案，因为这个色身是福报、智慧、德行的累加。所以如果经常动不动就生病的，那就是福报太小了。一定要记得，福报不圆满的人，色身就无法圆满。修行的路上，一定要先培养福报，有了福报后，修行才不会有障碍。其实所有的病都是业障病，因为我们的色身是最具足圆满的。六祖慧能说的，何其自性，本自具足。我们的色身具足一切，是不会生病的。之所以生病了，就是业障碍的缘故才会如此，也是福报不够的缘故。身体是有声音的，这个声音表现就是各种疾病，身体的各种不适，各种的不舒服。身体语言是最灵敏、最真实的一种语言，也是我们很多人容易疏忽的语言。我们常常忙于家务，忙于赚钱花钱，忙于带孩子，忙于各种事物，却忽视了我们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，始终无条件支持我们、陪伴我们的那具身体。从每天什么时候吃喝拉撒，每天日常起居是什么状况，到我们有什么样情绪反应，在身体的哪个部位存留，再到我们脏腑器官症状反应了，我们对待自己、对待他人的信念，这一切对我们的生命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我们的健康就是在一点一滴看似平常的事情中积累来的。养生就是养生活方式，细微而琐碎的当下。健康来自福报，顺应天时，按照天地规律对待自己，对待他人，对己对人都慈心善待，内不伤己，外不伤人。对自己堆积的情绪不纠结，不执着，让它流经而过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，读自己喜欢读的书，做自己想成为的人。此心是要快乐，是要感恩，心是要真诚，心是要，音乐是要，书籍是要，舞蹈、瑜伽、饮食起居皆是要。在色身上到底有哪些变化，提醒我们该注意了呢？眼根、耳根、鼻根、舌根、身根，莫那是六根。色声香味触法是六尘，是庭秀尾处，亦是六识心经。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是指眼睛能够看见的就是色，同理耳朵能听到的就是声，鼻子能闻到的就是香，舌头能尝到的就是味，身体能够感知的就是触，意识能感受到就是法。这是六根对六尘，六尘是外在的六根，在我们身上，六灵就是六根所感受到的一个数据。六根是直眼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味，六贼是六根的贪欲，六根望诸沉静，如贼劫财。鼻是呼吸通道，
具有通气功能，而肺脏呼吸，故称鼻为肺之窍。鼻还有主嗅觉的功能，鼻的通气和嗅觉功能正常与否，均与肺脏功能有关。肺气合力，则呼吸通畅，嗅觉灵敏；肺气不利，则鼻塞流涕，嗅觉不灵。多吃新鲜瓜果和蔬菜，加强体质锻炼，防止肺部并发症发生。眼睛经常忽然发花，眼角干涩，看不清东西，这是肝脏功能衰弱的先兆。眼睛的功能是主视角，肝开窍于目，肝藏血，肝受血而能视。若肝脏功能正常，则两目有神；若肝气不舒，肝血不足，则两目干涩，视力减退，目地渐美。与五脏六腑的功能正常与否有直接关系。五脏六腑之精气充盈，视觉功能正常；五脏六腑精气不足，将会影响眼睛正常生理功能。口是消化道入口，脾开窍于口，脾主运化，脾气健运，食欲旺盛，则口见美；若脾湿健运，生湿生热，则口唇生疮或口臭。这主要是由于饮食失调、饥饱不当所致。由于胰脏不好，便殃及胃。当胃受到损害时，嘴唇就会明显地变得干燥欲裂、麻木无味。这时除了调整饮食外，还要注意不要吃生冷油腻的食品。耳是听觉器官，耳肾藏精，开窍于耳。耳的听觉功能靠肾精的充养，如肾精充盛，髓海的养，则听觉灵敏；如肾精不足，髓海失养，则双耳失聪，行动迟钝，给人以早衰的感觉，伴随着脚痛、腰痛、尿频等症状。工作过于劳累的人尤其是要注意，要做到劳逸结合，避免过度疲劳。少饮酒，少吃姜辣椒等刺激性强的食物。舌是发音的重要器官，胃心之外后，心主血脉，心的气血上通于舌，保持舌的正常生理功能。若心血充盈，心气健旺，则舌体活动自如，发音正常，语音清晰。若心血凝滞，心气不足，则舌强舌卷，发音困难，语音不清，味觉迟钝，尝不出味道。伴随而来的是心悸、梦多、失眠等症状，这就意味着心脏功能受到了损害，这是操劳过度所致。当口中干涩，舌苔厚重，尝不出食物的滋味时，尤其要警惕，防止心脏发生病变。身对处身体的触觉也是这样，嘴唇感觉麻木，饮食减少，身体日渐消瘦，这是胰脏功能在逐步衰减。学过生理学的人都知道，大脑就是产生意识的器官，如果这些中枢被破坏了，跟尘相对时，就没有任何认识或感觉升起来，人的灵敏度就非常低了。所以说人不能过度消耗身体，人们使用感觉器官的不当，会加速这些器官的老化，甚至迅速丧失其灵敏度。在各种可能导致器官灵敏度降低的因素之中，过分的刺激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一根贪乐尽，人人都喜欢乐，但不是事事皆乐，故而有喜有悲，但人执着于乐，想要长久地追逐快乐，所以有贪也必有嗔。贪与嗔是由无明烦恼而来，
合起来就是贪嗔痴的情绪三毒。也就是说，寒病是贪欲心引起的，热病是嗔恨心引起的，贪心嗔心的根本在愚痴心上面。如果把这三个消除了，疾病也就能彻底好了。总之，任何一个部位不舒服不好，就说明其相应的位置出现了阴阳不平衡的状态。身体的好坏会在人的福报中反映出来，珍惜你的身体，福报会越来越好。其次，你做的梦也反映你的福报。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梦是一个很玄的东西，并不代表什么。弗洛伊德认为，梦是被压抑的意识通过伪装方式呈现的内容，而东方有周公解梦之说。其实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，同样是我们的一部分，可以说是潜意识，或是说是灵魂在另一个空间里留下的记忆。很多修行人都会有很多梦，这一路走来也经历了许多。就拿身边修行之人的真实经历来说，他说以前不修行时的梦是格外黑的，也有些凉意，画面里有去世的父亲的音容笑貌，以及多年前因为情伤触动分离的情景，有和曾经朋友断交时的痛苦难过。梦时好时坏，会经常伴着焦虑和疲倦醒来。这些东西后来才明白其实是业力，但你在白天的时候可能不会在意，但在夜晚悄然来临时，潜意识的思绪仍会将这些环节不断重演。在当你醒来时，你虽觉得是梦，但在你心里的结还被全然释怀，你没放下的事会在梦里出现。这也就是说，为什么要修行灵魂的部分，让自己的灵魂清净，烦恼就再也不见。那么梦是如何看出一个人的福报呢？当你越来越轻盈，内心越来越自在的时候，你的梦是非常明亮的。在现实的白天状态也有很好的积极影响。修勤在你最在意的事情上，让自己真正解脱放下，比如说生死情结、金钱要爱认同、渴望名利等等，这里面一个没放下，没想通，钻了牛角尖，灵魂无疑不禁有白天发生的触动。再给你重演一遍，不断重演，直到你平息下来，你会想，这就是我的卡点，我明白了。在你清醒的那一刻，内心是透彻无比的。一个人阳气足的时候，几乎无梦，或是梦里时光是太阳，是大海，是无忧无虑的快乐。而当你生病、体质虚弱的时候，严重时会有梦魇，而轻则困扰在你内心的心魔会反复出现，比如深的考场反复在做题的疲惫，你最爱的人曾经背叛你又在梦里重演，以及工作职场的不愉快，在夜晚又被你的恐惧加以描绘，更或者被人追赶，从高空跌落等等。如果反复持续发生，一定要注意了。一个是检查身体，另一个睡眠的状态，会影响你的精气神，这都是修为仍然不够的表现。一个真正修为好的人，梦里是轻盈的，甚至是会飘起来的，是具足功德相的。这种功德修行的定力，无论白天还是黑夜，都能够安然表现。修行本身是广积阴德的行为，所以在另一个世界，其实是会最先得到你做功德的反馈。比方说，当你的福报提升，夜里越来越小的时候，有代表清理的画面，
梦见打扫沐浴到一个新环境，非常整洁，这都是在代表你在觉醒。或是梦见一些祥瑞的花草和自然风光，好好的在白天做功德。当所有国王夜里消失，当你越来越自由，不被牵绊，那么你的灵魂走向了更高的境界。那么如何增长我们的福报呢？福报不同于福气，福气是在世间上得到一点福利而已，而福报包含世间福和出世间的福，它来自于修行的功德里，必须具备优良的前因，才会结下诱人的福果。世间五福的果报，它的因果关系如何？第一福长寿果，长寿因是好生护生之德，施他饮食。第二福富贵果，富贵因是施财，施恩于他人。第三福无病果，无病因是施，要解杀心刺无害。第四福子孙满堂，子孙满堂，显孝因是多结良缘，爱惜大众。第五福善终果，善终因是有修有养，修行福德。要想增长福报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回家孝敬父母，这也是增福的快的方法。要常常回去看望自己的父母，积福人不要薄父母，厚自己和自己的孩子，这是把本该父母的福花在自己和孩子上。可想而知，能量强福报好的人是不能做坏事的。其实是这么回事，你们一做坏事，不是被发现就是麻烦，找到你是好事，别感觉自己不幸，这就是一种对你的保护，也是提示。古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，其实都是在告诫我们，一件事情的结果都是慢慢积累下来，苦难和福祉有的时候不是没有，只是时候未到而已。观经四帖书说，父母是世间最大的福田。以前世尊在世的时候，有一年遇到饥饿灾荒，许多人都饿死了，到处都是白骨，比丘们都很难乞到食物。当时世尊等待比丘们都出去乞食后，独自一人到城中去乞食，但是从早上一直到中午，挨家挨户乞食，都没有乞到食物。世尊只有空钵而返，第二天再去，仍然没有乞到食物。第三天同样一比丘偷偷把自己的僧衣卖掉，换了一碗饭供养给世尊。世尊说，我销售不起这钵饭啊。比丘又对他说，您不能销售，谁还能销售呢？世尊说，你有父母吗？比丘答说有。那你拿这钵饭供养你的父母去吧，你的父母能销售。为什么呢？父母生育了你的身体，对你有非常大而重的恩，因为这样，所以能够销售。这位比丘就按教诲民养而去，以此义故，大须孝养父母。不管你觉得自己心底如何孝顺，如果不以自己的财资供养父母，则不聚财，即使做了大官，也不会富有。看到这里，请立刻供养父母，当下尽可能地发一个红包，或者买一点礼物，你的一念会升起福德，破除一切不顺和烦恼。你供养的父母工作会顺利，这是长养关系最好的办法。孝顺父母是天地间第一大善，不要找借口，否则以后你老了，孩子一样不会供养你。有福的人不是平白有福的，
看他怎么对待父母就知道了。抵触顶撞父母是低等损福，败露的是万求也枉然。因为积福没有损福，毕恭毕敬孝顺父母，把父母背在背上，放在头上，打从内心尊敬的，前途不可限量。要得到健康的福报也是一样，健康的因和健康的缘结合了，果报才会出来。我们健康长寿是一个果报，健康长寿的因就是爱护生命，有爱心，有信念，这是健康长寿的因。造什么样的因，得什么样的果。我们不可以杀害或虐待动物，要善待一切生命，这个果报就是我们身体健康，我们会长寿。那健康的缘是什么呢？健康的缘就是锻炼身体，该吃的东西要吃，比如说健康的食物，有机的食物，对健康有好处的东西要吃，不该吃的东西不能吃，有毒的东西，农药超标的东西，这些酒不能吃，该走的地方要走，空气好的地方，风景好的地方，让人心情舒畅的地方，你可以多走一走。不该去的地方你就不能去，空气不好的地方，气候不好的，环境恶劣的地方，有传染病的地方就不能去。该睡觉的时候要睡觉，到了晚上10点11点你一定要睡觉，不能熬夜。这些都是健康的缘，健康的因和健康的缘结合了，果报就是健康长寿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因，这些缘就不会起作用。天天锻炼身体，身体还是很差，还是不健康。你天天锻炼身体，该吃的东西经常吃，该走的地方经常走，但是仍然不健康，那是因为什么呢？是缺少健康的福报。你要爱护生命，你要有信念，这2个都要做。如果都做了，身体还是不健康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缺少了健康的缘。你要在缘上面多努力一下，多锻炼身体，需要吃药就吃药，需要看医生就看医生。只有健康的因结合健康的缘，果报才能出来。因缘一定要结合，缺少一个都不可以。因缘要具足，因和缘都不能有问题。因有问题不可以，缘有问题也不可以。有问题的因缘结合，果报也是有问题的。比如说医生是健康的缘，但是你找到了不好的医生，这个缘就有问题了。锻炼是健康的缘，但你锻炼过度了，这个缘也有问题了。大家一定要知道因缘具足这个道理，因缘都不能有问题，健康的因缘结合，果报才能出来。你每天都抽出时间来锻炼身体，而且能够长期坚持下来，这个健康的缘就非常殊胜，身体就会健健康康。身体健康才有快乐的基础，有感恩之心可以积福报。我们吃到口中的1日3餐需要多少因缘的成全？春天农民不播种不行，播种的时候土地不肥沃不行，天不下雨也不行，因为种子不会发芽。夏天农民不施肥不除草不行，没有阳光照，温度上不来也不行，因为庄稼不会长。等到秋天了，庄稼要抽穗了，没有风不行，因为花粉没办法传播出去，果实就都是瘪的。该收割的时候没人收割不行，
收割完之后没人加工不行，加工好没人运输不行，没人卖也不行，等到买回家里没人做还是不行。所以一碗米饭的来都是不易的，有感恩的心，就会特别珍惜粮食，特别珍惜福报，不会浪费。我们尽量要积各种福报，明白要想得到什么样的福报，就要种什么样的因，然后去创造什么样的缘，最后才能得到那个相应的果报。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果，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脱离了因果规律的。财富是一个果报，财富也有它的因和缘。财富的因就是奉献，贫穷的因就是悭贪。我们不快乐都是被贪心所害，所以奉献是治悭贪的一剂良药。奉献的方式有多种多样，比如向社会捐赠，用你的财富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，这就是奉献。这个奉献的果报就是德财，奉献是德，财富的因。那么财富的缘是什么呢？财富的缘就是努力去工作，用心去工作，然后动脑子找很好的项目，很好的机缘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这些是财富的缘，因缘结合了果报就是财富。因缘里面不可缺少一个，如果缺少了因，缘不起作用。有些人上班加班做生意都得不了财，这种人就是缺少了因。他们应该先做一点奉献，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做一些帮助人的善事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有些人奉献过好多次，但也得不了财，这个可能是在缘上面缺少了努力，等等因缘都要具足才能得财，这个很重要。有些贪财的人命中没有的财富，如果得到了就是一个祸。多行善积福报可以改变人的命运，行善积福报后，你命中没有的东西可能会有，得到的财富你也才能承受得起，这些才能给你带来幸福。怎么积福报呢？我们每个人命中的财富不一样，福报不一样。有人命中只有200万元的福报，有人有100万元的福报，但有的人只有几千元的福报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财富的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大部分人只知道财富的缘，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，辛辛苦苦做生意，这些都是财富的缘，但得财富的因却很少有人知道。有了财富的缘，还要有财富的因，因缘结合，福报就是财富。只有缘不起作用，比如很多人读了大学挣不到钱，读了研究生还找不到工作，甚至博士毕业了也还是穷。按道理来说，有那么高的学问，不应该穷了呀，可他们就是没有财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只有得财的缘，没有得财的因，所以再努力再辛苦都很难挣到钱。那得财的因是什么呢？得财的因就是奉献，就是舍得给社会上捐款做慈善，这个就是奉献。你舍的东西越多，你得到的东西也会越多。财富的因就是奉献。如果你还没有具备财富的因，你就去多布施做慈善，来积累自己的福报。财富的因很重要，没有因的时候，你就赚不到多少钱，就没有财富。我们要尽量把善的因和善的缘结合，结合了以后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会比较顺利，财富的因缘也才会具足。
这样就能让财富成为我们快乐的保障。一般人会认为有吃有住有玩就够了，有没有智慧都无所谓。智慧是政治正见，如果有福报却没有智慧，就不知道如何去运用福报，累积福德，福上增福。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一些很富有却缺乏智慧的人，他们以放纵的方式在享用福报，拼命地追求，甚至于违法犯罪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智慧非常重要。有钱时知道运用钱财去托福造福，不断地累积福德资粮；有权势就要会用权，以权势造福社会，利益大众，这就是行善积福。反之，如果运用权力胡作非为，就是在给自己挖坑，必将贻害无穷。一方面要多行善，广积福德因缘；一方面要增智慧，知道明辨是非。掌握这两个原则，人生就会越走越光明。如果不知广积福德，也没有智慧分辨对错，一定会遇到许多障碍。有的人喜欢找人改命、改方位、改风水，其实想靠他人来改变自己的命运，这种做法是很糊涂的。想要改变命运，就要从多做好事来增加智慧做起。智慧也有它的因和缘，有理想，有信念，这些都是智慧的因。多看书，多学习思考，多出去看看，这个就是智慧的缘。因缘结合的果报就是有智慧。如果你有智慧，你就能处理好工作中遇到的问题，让你的事业更加顺畅。如果你有智慧，你就懂得奉献行善报福报。如果你有智慧，你就不会贪念，执着于财色名食水这些过眼烟云。如果你有智慧，你就不会去做杀盗淫等坏事。如果你有智慧，你就懂得调养身心，就会健康长寿。可见智慧是指导我们获得人生快乐非常重要的因素。智慧的慧，心字上面两把扫把，表示手持扫帚扫地为心除尘欲，清心静心之意。我们作为世俗中人，面对物欲横流的社会，众多的诱惑，一定要善于运用智慧的扫把，帮我们扫去心中的灰尘，扫除愚昧和无知，不为物欲所惑，觉悟我们内心的慧根。通过多闻勤思善养，人的智慧会慢慢打开，会知道人生无常，不会执着暂时的苦与乐，会慢慢放下自我的烦恼和习气，会慢慢断除贪嗔痴、迟疑和嫉妒心带来的各种烦恼。智慧是我们找回快乐的指路明灯。人既要涵养福德，同时也要增长智慧，福慧二者都具备了，可以成就我们圆满快乐的人生。有福德而没有智慧，或者有智慧而没有福德，都是人生的缺陷。一个人的福气旺不旺，关键不在于上天，而在于自身。如果你懂得为自己积累福报，经常做好事，保持真诚和善良，并拥有好的心态，脚踏实地的努力，那么即便你暂时没有机会彻底翻身，将来也会发生质的改变。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是怎么觉醒悟到的。如果你想过一个更好的人生，我的这段心路历程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。我能觉醒悟道，还要感谢3年疫情。如果不是疫情，我可能还要在无名业障中。
继续迷失自我，遭受煎熬。疫情这几年，我没有在恐惧匮乏的支配下去工作，在家里有大量的时间回顾我过往的人生，有大量的时间去看书。在疫情里的某一刻，我回顾我的人生，猛然觉得很可悲，从各个角度看都觉得很可悲。从我的原生家庭也好，从我自己的感情也好，从我内心精神智慧道德品格也好，从我的事业也好，几乎我生命里的每一个部分都让我觉得很不快乐，感觉过往的一切全错了。由于口罩管控，也出不了门，所以我整个人很抑郁，很低落，很悲观，能量状态下坠到了极点。冥冥之中，我想找一个答案，找一个更快乐、更自由、更丰盛的活着的答案。但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，我将踏入一段全新的生命旅程。我记得那个触发的起点，是我看一个节目中，教授讲的500年来王阳明。他讲到王阳明农场悟道，我觉得我也应该悟道。但是对于王阳明先生农场悟道，到底悟到了什么，我当时是一知半解的。因为我被世俗习气浸染得太久了，被无明业力障碍疏忽得太深了，很难理解王阳明悟道之后为什么那么高兴。于是我就循着这个点去寻找他悟道。我也想悟道，他农场悟道，我能不能疫情悟道呢？现在回过头来看，这场疫情真的是我生命中最关键的桥段和剧本，我抓住了，没有浪费掉它带来的礼物。我每天大量的看书，尤其是儒释道110阳明心学，通过抄写提问思考领悟，复盘写写涂涂画画，我几乎记满了20个笔记本。那在这种窒息的心流状态里，某一刻我突然像打通了任督二脉一样，一下子彻底通透了，连续1周的法喜状态。现在想想呢，我应该属于见悟带来的顿悟吧。我发现儒家教导人们追求的民德，佛家教导人们追求的佛性，道家教导人们追求的原则，阳明先生教导人们追求的良知，其实本质都是一样的，都是让人们在一条智慧更高位、能量更强大、生命更丰盛的轨道上活着，而不是我们大多数凡夫现在这样，被社会奖罚制度、大众集体观念、小我恶意习气组成的严密大网之下，行尸走肉、提线木偶般的活着。我发现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，每个人的世界都是自己念头创造出来的，无论是好运还是厄运。我还发现意识界要比物质界强大太多了，客观唯心主义可能是更接近真理的。我发现每个人都是被自己命运、剧本和残留引力操纵的提线木偶，毫无自主性可言。我还发现每个人的头脑根本没有思考能力，全是生存和繁衍的基因，本能所植入的预设观念，不断的选择投射和强化。我还发现钱根本不是靠苦哈哈的追逐赚来的，它是自然利益跟你的内在自动匹配的。我发现人只能看见自己相信的，只能显化自己已经拥有的，只能得到自己给出去的。我还发现很多疾病的原因都是因为跟灵魂失去链接而导致的。我发现看不见的内在和外在能量真的决定一个人的吉凶祸福、夭寿贵贱。
我发现原来真实的世界，真实的人体，真实的命运，真实的生命是如此这般运作的呀。我把命运的底层逻辑，显化的底层逻辑，身体的底层逻辑，财富的底层逻辑，关系的底层逻辑，全部打通并串联了起来。我觉得这是我一生最大的财富，千金不换。那我用我悟到的东西，却在现实生活中验证，效果非常明显。我的生命状态彻底改变提升了，我迅速做到了年入千万。我和家人也再也没有了争吵和矛盾，我再也没有了精神内耗、抑郁、焦虑了。我的生活中再也没有出现厄运，因为我知道全部的底层逻辑和操作密码。我的内心里有无比坚定的笃定感。我的生命中啊，只剩下了清净喜悦、自由奇迹、富足感恩、慈悲奉献和服务。我以前一直在术的层面苦苦打转，我研究管理，研究金融，研究互联网，研究营销，研究商业模式，研究创业。觉醒开悟之后呢，我终于明白了，这些呀都属于动作级层面的术。术呢解决不了人生根本问题，术只能解决 10% 的问题， 90% 的人生问题要靠规律及层面的道来解决。人只有看清真相，分清真实和虚妄，领悟天地大道，顺道而行，深入内心，链接灵魂，活出本真状态，找到天赋使命，才能发挥出全部的潜能，活出自由丰盛的生命奇迹，才能无愧于来地球这一世的宝贵光阴。我是一个比较果决的人，我毅然决然地把我以前奋斗了10多年的公司和事业全部放弃了。我的家人和朋友很不理解，很惊讶，也很担心我，但是我知道什么是对的，我知道无论我怎么选择，我都会成功。我知道我要找回真正的自己，活出生命的本真状态。我知道往后余生，我要在愿力和使命的指引下去做事。朋友们，这就是我觉醒悟道的经历。你也醒来吧，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丰盛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